候看的时候有一个童年阴影，我也吓到了，我都没睡着觉。运气的话就运到这里，然后再打出去了。黄蓉是靠眼睛告诉郭靖是我在这里。欢迎各位来到抖音影人剧，我是主持人李成远。今天欢迎到的是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的各位主创，欢迎各位。咱们《射雕英雄传》剧组的伙伴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比较江湖的方式，跟我们的观众们先打个招呼。各位抖音的网友好，我是徐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导演大家新年快乐。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郭靖。那祝大家新年快乐，一步江湖。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庄大飞，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黄蓉。大年初一，一步江湖。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文欣，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华筝。新年快乐，一步江湖。各位观众，我们春节大家一起一步江湖，一步江湖，一步江湖。好，一步江湖。其实今天看见徐克导演内心是非常澎湃的。您做金庸的这个电影应该差不多30年，怎么这次就想到选择《射雕英雄传》这个作品？因为《射雕英雄传》也是早期我们看金庸小说的一本作品，它里面的牵涉的它的这个世界很宏观的，这是很庞大的，所以跟别的他的小说不太一样，所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是带有刺激跟紧张的这种心情的，因为我觉得拍古装战争，而且把武侠人物放进去，这《射雕英雄传》里面很特别的一个例子。为什么选了草原的这一段戏？这个故事的展出是应该是到了草原之后，整个世界就变了。因为我们的军营很大，多大有印象吗？反正很大，很大，有多大？很大，就得骑马在里面走。对，开车就在里面。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拍摄两组一组是拍动作，一组是我们拍其他的戏。然后我为了要去那一组，要开车5分钟才到那个地方。我还投诉说这个景搭得太远了，运作起来不方便。可是那个景确实给我们一种在大韩的军营里面千军万马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我特别想问一下3位演员最早的时候了解徐克导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导演印象最深刻的一部作品就是《青蛇》，特别喜欢。我记得小时候中央6台会放黄飞鸿，然后就会看。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时候有一个童年阴影，就是里面有反派，会让我看了记忆非常深刻，然后现在依旧感觉还挺害怕的。我有印象也是黄飞鸿，因为会循环播放嘛。然后，但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我也吓到了，我都没睡着觉。可以去吓超哥那个白的眉毛和头发也挺可怕的。呀比，有人讲说徐克导演天马行空，又特别能抓住细节。我不知道在这次合作当中有没有哪些是各位印象很深刻的硬控你们的点。记得有一场戏，其实我们的服装都已经定好了，但是当到达那个场景的时候，导演就会给我的服装做了一些调整，特别细节，比如说袖子翻起来或者帽子会比较影响的东西会拿掉，更让我贴近那个现实生活中的样子。导演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非常到位，比如说你的这一颗镜头，你要往左一点，往右一点，所有的机位都要配合到位，所有的人员也要配合到位，这应该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我记得有一天导演跟我们俩说，在你情感戏的时候，眼周的肌肉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出去那个帐篷，感受了半天我那个眼周的肌肉是怎么。我记得让我们俩那个眼球不要动，是不是？对，就是精确到说你爱一个人和不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地方肌肉都是有变化的。大家你表演，对，他是你别看我，你看我所长的，你还是回到郭靖和黄蓉。眼睛是反映心理的东西，你的心理状态就在眼睛里。有场戏，你们2个见面了，2个对望，黄蓉是靠眼睛告诉郭靖是我在这里。你郭靖看到个眼睛，也觉得这个眼睛是他熟悉的眼神。那场戏比较复杂的点是在于2个人又想认清彼此，出于某种原因又不敢相认，所以需要从眼神里面。我还好，因为我整张脸，黄蓉是有做一些乔装，所以他就只剩2个眼睛。对，所以那场戏确实印象挺深刻。如果让你回想这部作品里的3个名场面，
你脑海当中能想到的是哪3个吗？第一个肯定是最后跟大韩对峙的那个场面，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一次完完全全的展示降龙18掌的那个场面，然后还有一个场面的话，我觉得是跟蓉儿相认的那一场，策马相认。我不知道降龙18掌这里的设计能摆一个小造型吗？首先你要运气的话，就运到这里，然后再打出去了，对吧？同学们，做好的是18掌，做不好很像火影，我就没做好。把这个球给运过来，想象这里有一个气波，给葫芦过来，然后再把这个气波给推出去。这里边是不是也培训了好长时间？是我们在开拍前2个多月集中起来，然后去做了一个训练，包括有骑马，然后有武术训练，然后还学习了蒙语，有一种上学的感觉吗？完成这部作品之后，再怎么理解郭靖这个人物？我觉得郭靖是一个心怀大义，然后为国为民的这样的一个胸有大志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以前的标签是傻、木讷也好，但是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然后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抖音的电影的创作者，跟我们共同来分享。抖音电影百评团会陪伴大家来共同畅聊春节档，有信息也有观点。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到我们抖音的影视创作者3代路人，欢迎。大家好，我是3代路人，很荣幸啊，这一次能以抖音电影百评团首要创作者的身份来到咱们的抖音影云局啊，跟大家主创见面。今天呢，也是带了一些抖音用户的作品给大家，想请大家各位主创一起鉴赏一下。我觉得三婶爷爷很精彩的，真的是江湖人物，而且他不但江湖，还是很多年代不同年代的江湖人物，他什么都试过啊，这个确实是很精彩。他会来吗？其实他可喜欢您的作品了。画得很凶的张大飞，你有什么看法？可能给了他一种这样的印象，这张海报。电影里有不凶的一面，不过就是还是画得很潇洒。要让你给大家展示看一下。这第一张是有点卡通，它其实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情境。这国庆好像没用过剑。对，好像在我们这个影片里面是没有机会用剑。这个是用魔方，然后拼成的，很厉害。这一看就很复杂，这个应该是技术流吧，挺厉害。这个哇，我比较喜欢这个，很有侠气，水墨画的感觉。哦，这个就是应该是用手绘板画的。对，创作者一边画一边唱。唱多少次才画完？3个人的一个造型，这个比较可爱了，感觉是小学生画的，是吧？这是一位4年级的小朋友哦，小朋友画的。然后这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金庸嘛，也祝我们这一代人有自己的社交用户。小学生的，对对。现在的小学生都这么厉害了吗？这个一张黑白的，他用了70%的时间去抓神态。这是一个结合了城市的嘛？对，这是一组。这个它应该是彩色的圆珠笔画的，我在网上有刷到过这个，我当时就特别震惊，就真的特别有自己的创作风格。然后我觉得他把人的那个神态表现的也非常的明确。然后下一张是感觉有点类似于漫画的手法。他每一个人物的脸带上其实红彤彤的，也祝咱们的票房冲冲冲！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创作者们。文心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次创作对于你而言有没有什么压力，以及最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因为《射雕》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华筝这个角色也非常的经典，所以对我来说挑战蛮大的。我们这一部华筝和之前以往的是有一些不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存在。我想问一下庄大飞，其实每一代都可以有自己这个黄蓉，00后这一代啊，你这个黄蓉，你觉得最大的那个特点在哪里？因为他已经是帮主了嘛，跳过了之前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部分，更多的不一样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有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提炼一个关键词呢？怎么提炼表演？潇洒，潇洒。不过这个潇洒给他的长老说，你这个潇洒是没用的。对，我的长老不支持我的潇洒。网友给我们留了个言，他说郭靖会这么多武功，不会记错快捷键吗？自己用什么3D PS 就经常记对此这个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其实就是经常练嘛，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在等戏的过程当中，
武术老师也会让我去做这个练习，套招的练习。其实我们3个基本上都是私底下不停的练，然后到拍摄的时候才会呈现一个好的效果。能不能邀请导演帮我们简单点一下，比如说这个郭靖的几个招式，然后看看现在这个还能不能略有印象？我有印象啊，因为都是我设计的。我一直很想把降龙十八掌很具体给设计出来，所以我在拍之前是把降龙十八掌的每一掌我都画了它的招式的图。在训练里面，你们觉得最卷最难的地方是哪一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更难的应该是蒙语，对，因为确实太多了，得去模仿，就跟小时候学那英语一样，就是那复读机，老师读一句，然后按个暂停，然后跟读一句。其实蒙语里面有2场是很难表达的，一场是他跟大汗吵架，是我在草原收养你长大成人，你竟然反抗我！还能想起比如里面的哪些蒙语的台词吗？最开始的那几句吧 ，Bijang Hujben Sana Hajben Biudor Song。来，邀请翻译老师。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个小任务来到现场的，想给抖音的网友呢讨一个新年好彩头，就想请我们的所有主创想以大侠的风格和我们屏幕前的网友们送一个新年祝福吧。2025年春节，希望侠之大侠带给观众无限的侠气。2025，先祝大家蛇年快乐，好运连连。那也希望我们《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可以邀大家一步江湖，一梦江湖。在下黄蓉，2025大年初一一步江湖。我是华筝，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利，大吉大利。